接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500公升以上的载板冰箱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家电美眉。很多朋友在选购家里冰箱的时候呢，因为空间的限制，可能大家会要选择比较窄版的冰箱。美眉今天特别做的这一集大整理来提供给大家。首先从300公升开始来做介绍，大部分这个公升数的冰箱呢都是双门冰箱为主。那第一个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惠而浦的钢板双门冰箱。那它有一个智能感测，很聪明哦，它会根据你环境的温度侦测到了之后呢，会调节你冰箱内的温度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Sharp 的315公升的钢板双门冰箱，它的 CP 值超高哦，它的定价只有20900元，是美眉今天介绍的所有机种里面价格最便宜的一台。另外一款要介绍的315公升的冰箱啊，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品牌 LG， 它的外观跟功能都比较基本，它的价位啊稍微高了一点点，不过它的压缩机有给10年的保护哦。如果你的预算可以提高一些，我会推荐你一台 LG 的美型双门钢板冰箱哦，它有急速冷却的功能，而且可以使用 LG 的 ThinQ APP， 它的门啊在出厂前你可以选择你要左开或者是右开。这一款冰箱呢是波兰制造的。最后一款要推荐的双门冰箱啊，是日立的泰制冰箱。这一款很特别哦，它是上冷藏下冷冻，而且啊，它在上方冷藏的地方还有一个红酒柜的架子，而且里面是玻璃的层板哦，它也有急速冷却的功能。那这款冰箱呢，它可以选择左开或者是右开，你外观的材质也可以选择镜面，不过根据你的选择不同，价位也会有一些的不同哦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3门的冰箱有哪些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日立家电呢，在泰制的3门冰箱有2个系列 ，RG 跟 RV 系列，它们一样都有自动制冰跟蔬果室。而 RG 跟 RV 的差别呢，主要是差在玻璃的材质还是钢板的材质，它多了急速冷藏的功能哦。这个系列的冰箱呢，它的宽只有54公分哦，超窄超苗条。另外一款泰制的冰箱呢，是30电机的3门玻璃冰箱，它有独立的蔬果室跟自动制冰的功能哦。如果你是 MIT 台湾货的爱用者呢，那你不可以错过的就是国际牌的这一台3门钢板冰箱，它有娱乐保鲜室，还有急速冷冻。接着要介绍的呢是400公升以上5门的日制冰箱。这类的冰箱呢，它的价位呢，大部分都在4万多、5万多左右。国际牌的冰箱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小改款哦。我们日制钢板冰箱呢，除了原本的新鲜冻结跟自动制冰以外呢，多了负3度C 微冻结的功能哦。另外一个要介绍的是30电机的冰箱，也是今年2月才改款上市的哦。它除了有全是独立的隔间以外呢，顺冷冻，而且啊，它的自动制冰的零件都可以拆下来做清洗哦。日立的冰箱啊，在400多公升有3个可以做选择，它的功能呢也比较进阶，除了有真空冰温室以外啊，还有极限冷冻。而在5门的钢板冰箱里面呢，它还可以另外去选择左开或者是右开。接着要跟大家介绍的是500公升以上的载板冰箱哦。我这边呀会帮大家介绍3个牌子，日立、国际，还有30电机的冰箱哦。分别日立、国际都有2款，30电机有3款，它们的宽度啊非常的窄，只有65公分，但是一样可以给你500公升以上的大容量，让你塞得满满哦。真的是标准日制冰箱的皮薄馅多。它们的功能啊都比较进阶，像是食材微冻啊、急速冷冻，还有真空冰温室以及自动制冰的功能，还有啊抑菌除臭等等的很多功能哦。国际牌的部分呢，它有2款5门的钢板跟6门的玻璃2种来做选择。日立的部分呢也有2款。玻璃跟钢板做选择，我发现啊，日立的啊，他们的身高都比较高哦，都有191公分哦。30电机啊，有3款可以提供给大家。好啦，以上就是美眉今天针对载板冰箱提供给大家的影片哦。不管你是要选择60还是65公分的这种瘦高型的冰箱，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是有帮助的。那这边也提醒大家，如果你购买冰箱呢，现在政府都有提供可以节能补助退货物税哦，最高可以退到2000元。
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不要吝啬给我一个赞。如果你想要持续追踪家电姐妹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上订阅，开启全部都通知的小铃铛。我们在 IG 跟 Facebook 也有很多姐妹生活的大小事情。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